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的美。据说这怨刃之行有9981道，每受一道，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劫。岂止啊！怨刃入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别怕。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！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严淡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午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天帝，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二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严淡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嗯。好。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
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吻岁月凉。洗尽闲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因为我万心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苦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整整80道怨人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，难道真是命不该绝？作为战神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不过这第81道怨刃来自九幽深处，其威力胜过前80道之和。就算上古天神现世，也必灰飞烟灭。影渊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，走。甜蛋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姐，姐，你干嘛？快回来！
姐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呀！姐，姐，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，姐姐。回来，姐！快走！姐！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，在升仙阶前，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把仙血全都收集回来了，我的惩罚便是芷溪跟颜淡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颜淡，是我。进来吧。颜淡，对不起。若我没有替天帝做伪证，你们不会遭逢此难，芷溪仙子也不会牺牲。我因一己私欲伤害了你们，此事万死莫赎。待救出玄香，我便向你们谢罪。就算没有你，天帝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了我们也受了伤，你没事吧？经历这么多，你还这样关心我，
天淡，以后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？我想替芷溪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仙魔大战中，我曾亲见，甚至亲历了无数生离死别。世人皆有一死，但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。其实，能为心爱的人死去，亦是幸事。我认为爱是天长地久的陪伴，是无法割舍的牵念。若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幸运，怎么能配称之为爱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帮你，就将我的功绩报上去。为何此番天机阁应试入选的人是你？小小鸟族，与稳固神庙的鲛人族乃一路货色，只配做打扫仙师。尔等卑贱出身，怎比得上我天生人胎的仙族？为我所用，是你的福气。长师同我说过，禽兽小族登不得台面，用作跑腿嘛，倒甚是顺手。其实啊，长师从未考虑过晋升你。既然被你看到，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以出身论人者，死有余辜。既要毁尸灭迹，便应该做到天衣无缝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很像曾经的我。世间每一种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怎能断言这不是爱呢？陶姐姐，柳维阳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与你团聚的，你们不会再受生离之苦。其实这几日，我想独自去寻玄香，只因昭兰的阻拦未能成行。他设下的结界，切断了南海与天庭的一切信道。也许是担心我打草惊蛇吧。昭兰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天帝在外面布了天罗地网，外面很危险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好，柳微阳自然也会好。我听闻此结界乃余墨所创，可南海这样大，真的能保证毫无破绽吗？余墨好歹也是个九旗，他设下的结界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此便好。可久居南海总不是办法。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，等余墨醒了以后再说吧。余墨哥哥，余墨哥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水浇不熄的火。水熄火，火融冰，水火自古不相容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九旗的水火之力。我要尽力，让我的火灵被水浇不灭，方能与水灵合二为一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可你如此急功近利的修行，每每历尽艰辛，才修炼出一点成果。这些冰浇下去，
必将从头再来。雨墨哥哥，不若徐徐图之。本来9期的火灵就没有那么容易修炼出来的。放在以前，修炼个几百年又有何妨？可现如今，大仇未报，门外强敌虎视眈眈，我需尽快修出火灵，重获水火之力，这样才能攻克强敌。芷溪，她是个好姐姐。雨墨现在怎么样了？雨墨，她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你呢？你的伤势可有大碍吗？多亏了芷溪的血藤丹，才让我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。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废物，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以前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仙士，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插科打诨，每天靠你跟姐姐的照顾，无忧无虑的，总觉得有朋友、有亲人在身边，便已经知足了。而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每天很努力的在修行，可我发现我依旧什么都做不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就不会上天星台，雨墨也不会受伤，姐姐更不会因为我而死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。小傻瓜，这一切的错都怪我。你再哭的话，就成小花猫。你看，今夜不知我们在等待，也不知他在等待谁。这么晚前来，又面带笑容，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吧。我们海豚耳力甚好，讲悄悄话是会被听到的哦。其实我是在给姐姐庆祝生辰，姐姐从小就喜欢看烟花，我们约好每年生辰的时候都要一起燃放。你们的生辰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姐姐呢？姐姐嫁去北海了，自那之后
我们再也没能和对方一起庆祝生辰，但每年姐姐生辰，我都会来海边燃放烟花。我们海豚是四海里最耳聪目明的妖精，无论它在哪里，都一定会看到的。无论在哪儿，距离有多远，真的能够看到吗？就算眼睛看不到，心也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姐妹嘛，就算分隔得再远，心也永远在一起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接星星大典，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窒息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你，如今也是一样。窒息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想，你们便可以一起看每一场星星雨。姐姐，是你吗？你也和我在一起看吗？只要你心中记挂着他，他便无处不在。从此星星是他，花海是他，漫天飞雨也都会是他。窒息护住了他自己最爱的人，四野邯郸，明哲不弯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绝不陨落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你姐姐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姐妹，到时候我做姐姐，你做妹妹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你一生无忧无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活下去的，姐姐。于墨坐下。龙尊，此为何意？于墨哥哥，九岐一族历来是水族至尊，四海深慕大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，四海龙宫，各位水族长老齐聚此处，
我们商议过了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对付谁，甚至整个天庭，四海水族任凭调遣，绝不退缩。四海水族听凭调遣，为九旗而战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这是为何啊？难道不同意吗？赵兰，诸位，此番我被天庭追捕，全凭南海尽心护佑，我才得以安全。过往之恩，我们可以不必再提。诸位的心意，我代表九旗一族，诚挚谢过。云墨哥哥，接下来我所行之事异常凶险，我不可也不能让水族臣民陷入危险之中。云墨哥哥，这本来就四海水族安存于世，便是我九旗一族最大的心愿。如今天帝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破此危局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一个人。陶子期。没错，你记不记得，之前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们撞见他疑似向外传信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心系柳维扬，可从来不佩戴他送的耳环，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。我总觉得他对柳维扬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真挚。我去问过他，关于他和柳维扬是如何被抓，柳维扬被关押在何处，他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却过于冷静。若真想救人的话，定会回忆各种细节，而不是不断地指责自己，拖累了他。没错，陶姐姐虽然会经常来看我，跟之前的表现也并没有异常，可她对南海结界还有我们的打算，非常的关心。之前在天星台的时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她为了自己的爱人投靠了天帝，那为何最后又不顾自己的爱人出手相助呢？她如此行事，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了？对他既有怀疑，为何要救他离开？若陶子期是友，我们为了柳维扬理应相救；若他是敌人，我们把他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便是仁政，是日后揭穿天地有力的筹码。可陶子期若没问题的话，柳维扬一日未被救出，他便有可能再次投靠天帝。所以我们日后行事，谈话更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让他有机可乘。哎，那日天星台大战的时候，你突然攻向天帝的腰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的腰带被刺破后，那里透出寒光，发出兵刃相接的轻音。我认得那把腰中剑，那是齐都星君缓亲的贴身武器。可天帝为何要佩戴以示星君的佩剑？我曾试探过，有一次天帝不慎拂落了我棋盘上的棋子，却能不差分毫的还原。但只有懂棋之人才能做得到。但天帝他不通棋术，又从不饮酒。如今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没错，变了一个人。之前姐姐也这样说过，说天帝自从仙魔大战之后性情大变，之前的他严肃古板，而如今他不但一再变更天条律法，甚至连刑罚都放松了，还设宴与众仙一起同乐。你们说，天帝会不会已经不是天帝了？既然那个神秘人会傀儡术，那天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帝。我自幼受帝尊教导，之前一直不理解，心怀天地的他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功嗜杀？他已身居尊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残害各位帝君，更没有理由来杀我。如果帝尊
是以傀儡术假扮的，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真正的帝尊，他去了哪里？难道……应渊，此人知道九妖的运行规律，并且贴身佩戴妖中剑，还通晓奇术。你不觉得他跟桓清很相似吗？金蝉翼放在步星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的？桓清已死，我检查过他的心神，而且他的心灵也丢失了。天帝极有可能不是天帝，那仙身也可能不是桓清。我们都知道你跟桓清的感情，我们也都不希望那个人就是他。那人在神关林，你确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吗？闭上眼睛，感受你手心的温度，才发现泪已止不住，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，再续一世情深不负。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，只为你心碎。前脚不及青天，烟花易蹙眉。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